大家就是在排队是1个小时。不错，这超棒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从土耳其回来之后，我们想来安排一个温泉小旅行。大多数人来关西玩的话，通常都会直接往北去大阪市区、难波、心斋桥，或者是往京都跑。这次我们打算反过来，前往大阪南边的和歌山，来个疗愈身心、享受大自然的温泉小旅行。来到和歌山后，第一站我们来到了黑潮市场，那是靠近和歌山市区非常有名的海鲜市场。附近还有主题乐园瓦卡亚马马尼拉系底和农产品贩卖所。等一下我们也会绕过去看看，但在那之前，先去黑潮市场那边逛逛吧。黑尾鱼最有名的就是每天会有黑尾鱼的节日，不是每天好不好？周末假日才有。每天周末假日是1天2场。哪边看不到？这是 barbecue。进来很重要的一件事，厕所在左手边。除了和一般的海鲜市场一样，有的吃有的买之外，黑潮市场它最特别的就是每天都有黑尾鱼的现杀表演。哪里？周末的话，1天还有2场。哪里？所以靠近中午左右，所有的游客都集中到了入口附近。黑尾鱼现场看真的超级大。要杀那么大一只黑尾鱼，黑尾鱼。要杀那么大一只黑尾鱼，其实也非常不容易。如果听得懂一点日文的话，它在杀鱼的过程中还会解释每个部位的特征，像是平常大家喜欢吃的 otoro、chutoro， 还有非常难吃到的 nakaoji 等等部位都会有说明。在鲨鱼秀结束之后，现场会马上开始卖起来。otoro、chutoro 都可以用比平常划算很多的价钱，直接现场吃到。黑潮市场里面除了尾鱼秀之外，还有很多的餐厅。除了海鲜冻以外，最推荐的就是它的烤肉区。用餐的方式也很简单，就是先到食材区购买自己喜欢的食材，再到户外的座位区找位置坐就可以了。使用它的烤肉区不需要额外加价钱，但相对的不能带外面的食材进来，包含饮料在内都要是在黑潮市场内购买的才可以。啊，綺麗。ドリンクはそちらで。这盒应该是这次最期待的。我们跟那些塑胶盘啊、筷子什么的。其实它这样的设计非常方便，就算是自己一个人来，也可以在这边烤肉。因为它就在海边，所以一边看着海景，即使现在天气还是有点热，吹着海风，一边吃着烤肉，还是非常的舒服。这天我们吃到最推荐的就是生蚝，非常多汁，而且很甜。可以吗？
要进去是不用钱的，然后玩设施，像我不知道现在有儿童乐园还是不是这样，以前进去好像多少钱，很便宜，然后设施一个一个再另外买那个券。旁边还有卖各种农产品的市场，除了梅子以外，和歌山的水蜜桃啊、水梨、麝香葡萄还有蜜柑都非常有名。离开黑潮市场之后，我们一路往南开。我们来白滨温泉已经是第3次了，但每次都没有去它的观光景点走走。这次时间比较充裕，就绕过去看看。其实白滨温泉的海岸景色有点像是台湾东北角，可以看着太平洋和一些奇形怪状的海岸景色。只不过这天真的是太热了，迅速拍完照之后，我们就跑来买冰吃。綺麗じゃないですか。Let's go。这次的温泉旅馆和我们之前在京都住过的花船超是同一个集团。这个集团的特色就是除了温泉很棒之外，吃也吃得非常好。早餐、晚餐、下午茶之外，还有宵夜，就怕你吃不下。这间海州温泉旅馆其实很有名，网络上很多介绍。那我们这天入住的时候人也蛮多的，不过不错的是，它不会让大家一直在柜台前面排队，而是会带到大厅一旁的 lounge， 一边喝饮料一边等。共立集团内的温泉旅馆很多都是可以选浴衣的，但如果觉得穿浴衣活动不是很方便的话，其实在房间里面也有放坐雾衣。它这个很像鬼灭的装饰，有没有？我们这次的房间选的是最一般的房型，房间内的大小不能说非常大，但是该有的都有。进来这边喽，我们房间角度很好哎，然后被安排在角落房。看得到海，超美的。刚好就是他们房子跟房间这样，有一点点你知道。Okinawa 的感觉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刚好配上这个9重阁。其实和歌山蛮南边的，很多植物啊或者什么的感觉，会跟台湾有那么一点点像。床在这边，它因为是一样是共立的，就跟花船超以前住过是一样，所以浴衣是可以选的。不方便行动，就是觉得麻烦的话，也可以穿坐雾衣。ここを押してください。哦，原来这边还有，你没有发现吗？没有发现，我有。洗脸台跟 shower room， 本的也都有。吹风机，你看那双基本型都有。然后这边是浴巾，来看一下带什么东西过去。它这里都准备好一份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袜子，放衣服。还有浴巾，这样很方便，帮你准备好了。另外，如果预算比较高的话，它也有房间里面就有附温泉的房型，甚至有独栋，还有附露天温泉的房型，最多可以5个人一起入住哦。好，衣服洗一下，准备去泡澡。在房间换完衣服之后，我们就马上准备来去泡汤。海州温泉旅馆，它这边的温泉种类其实蛮多的。第一，还有混浴，不过这里的混浴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，是有准备特别的泡汤衣给大家穿，不管是男生和女生都有，所以不用担心被大家看光光。
第二，它有一般分开的男女汤，而且里面3温暖设施非常棒。喜欢洗3温暖、喜欢烤箱的，在这边应该可以非常尽兴。第三，它还有免费的个人汤屋，盐户之汤的牌子，要再过去一次。它的牌子其实是放在电视机那边，所以如果中间是已经有人在用，要等的话，就在那边等就好。因为现在蛮热的，又要走下来，所以感觉注意到这个人比较不多。如果是一般的男女汤分开的话，是在上面，就不需要走这个楼梯。看是什么楼梯？大家就是在排队1个小时。不过和京都的花船超比起来，这里的个人汤屋只有2间，2间的景色都不错，不过人多的话可能需要等一下。汤屋里面有冲澡的设备，但是没有另外放沐浴乳这些的，建议可以先去一般男女汤，或者是在房间冲完澡之后再过来泡。泡完汤回到大厅之后，意外的发现下午3点到5点之间有提供生啤酒，免费生啤酒，这就是泡完汤的大叔们的救赎，超爽。海州温泉旅馆的晚餐时间有2个时段，一个是5点半开始，另一个是晚上8点。8点的话感觉起来有点晚，但其实在和歌山观光的话，景点跟景点之间都有一定的距离，有可能真的会遇到抵达时间比较晚的状况。晚餐的内容吃得非常丰盛，一开始的生鱼片拼盘就蛮厉害的，它弄成一个船的样子，跟这间旅馆的名字海州刚好很呼应。生鱼片里面也有金鱼，虽然日本会吃金鱼，可是蛮少见的，有在卖的话听说也蛮贵的。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吃金鱼，它的油脂感觉还蛮厚的，不大像是在吃鱼的感觉，比较像是在吃肉。这次的主食是龙虾小火锅，伊式龙虾，虽然没有很大只，不过肉很弹牙，很好吃。重点是它那个汤底，除了有龙虾的风味之外，还加了味噌进去，超级好喝。晚餐最后的布拉提炊饭我也蛮喜欢的，整体来说非常丰盛，非常满足的一餐。很难耶，你试试看，很难好不好？我要看到的那一种。OK， 我们吃饱回来了。这里这样子一碗，哇塞，几41000多？2个人嘛，41000多。周末来讲算便宜啊，有订到比较便宜的方案。有没有想说不要吃？后来想说还是出来看看好了。宵夜的拉面是晚上10点开始提供，所以我们后来决定2个人合吃1碗。宵夜是和歌山拉面，和歌山的拉面其实蛮有名的，如果有机会来和歌山的话，一定要试试看。原本应该要去吃早餐的，但老婆一直叫不起来，所以只好我先出来外面走走。如果要去见前桃或者是望洋亭的话，可以用这边的鞋子。哇！这边的房间都自己独栋的，应该也有含露天风吕，所以价格应该都蛮贵的。望洋亭，哦，好像很厉害的样子。
景色超美的啦。这边可能看到一点点的海中瞭望台。Good morning， 没吃早餐，早上起来泡个汤如何？爽。很早就去泡了。5点半。你睡不着啊？早餐的话，可以选和风或是西式的餐点。除了餐点内容之外，也会有一些简单的沙拉吧和饮料。西式的话，主餐是面包和欧姆蛋，那面包也可以免费续。这次因为只有2天1夜的关系，所以第2天我们没有继续留在和歌山玩，而是开回大阪，来到全南这个地方走走。全这个地方其实已经很靠近关西机场，在这附近其实有2个蛮受欢迎的景点，一个是全南凌空公园，另外一个是凌空城 Outlet。在全南凌空公园，除了可以沿着海岸线散步以外，也有很多餐厅，还有市集。整体的规划有点美式，蛮像在国外度假村的感觉。前几年我们有来过这里一次，那时候有办市集。那除了吃得到很多海鲜之外，也有烤肉的区域，整体也非常热闹。这次的话，感觉人比较少一点，但是我们来到了前一次也有来的汉堡店，菜单的内容几乎都是美式食物之外，店里面的气氛也非常不错，尤其是有这种超美式的巧克力奶昔，很甜很肥，但很爽。这间 Oku Burger 的汉堡是真的很好吃，真心推荐可以为了它的汉堡而特别来看看哦。最后在还车之前，我们绕去了凌空城走走。老实说，这是我第一次来凌空城，所以我也蛮好奇里面会有什么的。凌空城其实跟我想的有点不一样，原本以为会比较像是三井奥莱或者是拉拉破尔那种，但没想到它竟然这么的美式，有点想到我们之前去 LA 逛的那种奥莱的感觉。如果喜欢运动品牌的话，可以来这边挖宝看看，蛮多零码的款式可以挑。每次出国回日本之后，都会想要来泡个温泉。关西圈的话，其实有很多温泉区。和歌山整体来说，因为交通的关系，相对大阪和京都是一个观光客比较少一点的地方。下次飞关西机场的时候，也安排个2天1夜来和歌山走走吧。这次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咯，拜拜。19